你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？第一次打網球的人，大多數不是喊累，而是會萌生一種強烈的感觉：我跟這項運動可能有點八字不合。可要是換成羽毛球，就很少有人会有這種想法。Hello， 各位好久不見，我是力。在上一期的網球和羽毛球的对比中，我分別從零基礎對兩項運動進行了2個月的訓練，做了一期簡單的對比。那此時的我又練習了幾個月的時間，對這2個運動又有很多新的體會。那今天這期視頻，我想聊聊那個很多人疑惑的問題：為什麼網球好像永遠很難像羽毛球那樣火起来？他們在學習和體驗中究竟差在哪裡？如果你也在這2項運動之間猶豫，不知道該如何選擇，也許今天的分享能給你一個答案。那我們先從羽毛球說起，相信很多朋友小时候都有過這樣的經歷，在社區空地、樓下庭院，隨便找2把拍子就能湊成一场熱鬧的羽毛球局。2個人對着一顆球你來我往，只要能讓球一直懸在空中不落地，就能收穫滿滿的快樂。那份簡单的純粹，至今想起來都讓人嘴角上扬。没錯，有时候我們需要的快樂就是這麼簡单。這正是羽毛球能夠普及大眾的根源，它的起點友好，幾乎零門檻就能參與，人人都能從中收穫樂趣，而它同時又蘊含着極高的競技和觀賞性。就在這一低一高之間，便賦予了它現象級的熱度，再加上國內的一些特殊現象，更是給它添了一把火，讓羽毛球的熱度居高不下。首先，不管是公司团建還是朋友聚會，羽毛球都是首選之一。室內的場地乾淨整潔，不受天氣等外界因素干擾，體驗感極佳。其次，它還有個不是秘密的社交優勢，在很多企事業單位，羽毛球打得好，意味着你多了一個和領導、同事順暢溝通的場合。馬處長，哎呦，不敢當，不敢當，郝科長。這無疑給了很多人一個可以把業餘愛好練好的強勁理由。參與的人多了，整體水平自然會提高，市場也會隨之越發火熱。頻頻漲價的羽毛球耗材，我想已經是怨聲載道，自然不必多說。屏幕前的各位，請說出你對羽毛球價格的感想。我想大家的形容詞應該不是實在公道吧。但也正是因為這樣超低的門檻，讓很多人對羽毛球存在誤區。我至今記得，當初我說自己在上羽毛球課時，身邊朋友的反應卻是滿臉的詫異，接連追問：打羽毛球居然還要上課？這東西不是有手就能打嗎？我知道看到這話，不少球友肯定已經按捺不住想要敲鍵盤反駁了。但別急，現實是抱有這種想法的人真的不是少數。而我想說的是，恰恰是這份有手就能打的普遍錯覺，將羽毛球的心理門檻變得極低。沒有人會覺得它是一項高不可攀的運動，當然除了這個奇貨可居的羽毛球價格，誰都敢上手試一試，玩上2拍，輕鬆地邁出第一步。要知道，任何一項運動，頂尖的職業選手永遠都是少數，絕大多數都是享受過程的業餘愛好者，並非每個人都去追求極致的競技性。羽毛球能成為現象級的運動，根源正是千萬不同、訴求各異的參與者，才讓這項運動變得多元生動、豐富多彩。但也千萬不要小瞧了這項運動。羽毛球是一項入門非常簡單，但進階無比困難的項目。它像是先給了你一顆糖，再去讓你爬一座山。一開始誰都能把球打過去，快樂和成就感來得很快。可一旦你想稍微像點樣，想要進步的時候，你就會發現高遠球、步伐、發力，每個階段都非常的磨人，很多動作要領都違背了生活中的行為習慣。要想練好，是需要逐年累月的打磨技巧。所以半路出家的成人很難追趕上從小練習的童子功。行，大爺你先凉快吧啊。而反觀網球卻恰恰相反，我想大部分人看到這樣的對決都不會覺得這東西很好上手吧。比起羽毛球幾乎零門檻的輕鬆，網球從一開始就給人一種很難上手、難度拉滿的心理負擔。高昂的學習成本、勸退人的入門門檻，這種刻板印象不知道攔住了多少想嘗試的人。那我自己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，我一直对網球滿懷興趣，卻總因為這東西肯定很難的念頭，遲遲不敢邁出第一步。如果不是為了做之前那期視頻，硬着頭皮去體驗了一次，恐怕到現在我依然會對這項運動敬而遠之。但它真的很難嗎？我的答案是，網球的入門確實很難。比起羽毛球隨便揮揮就能打的超低門檻，網球的初期練習處處透露的不簡單，更重的拍子、詭異的球路、對正確姿勢框架和身體發力要求都要高很多，稍不注意就非常容易受傷。我知道很多朋友會說，我的要求不高，能簡單對拉，來個你來我回就好。
但我想說，這種簡單的你來我回，在網球裡一點都不簡單。網球因為極強的彈力和不規則轉動，光是預判球的位置就需要足夠的經驗累積，這恰恰是新手最容易卡殼的地方。我的教練曾跟我說，很多人練個幾年下來都拉不住小場。我一開始也是心很厚，總想着速成，恨不得幾天就能掌握全部的技巧。可真正上手一試，才發現現實狠狠地給了我一記耳光。動作變形，容易受傷，遲遲不前的球技，那段瓶頸期尤其的漫長。這讓我徹底明白了一個道理：雖然成人學球相比孩子有更強的驅動性和理解力，但千萬不要以為自己幾個月的努力就能抵過孩子們幾年的汗水。但當你熬過了那個痛苦的入門階段，終於能夠精準擊中田區的那一刻，力量扎實的傳遞，球聲清脆的刺破空氣，真的會讓人瞬間分泌大量多巴胺。再加上長期訓練中那種壓抑的期待情緒，這一刻內啡肽也會來犒勞你的每一份堅持。那阻礙網球發展的僅僅是入門門檻嗎？在我的學球體驗中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其實是教学問題。羽毛球能在國內普及，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職業賽場的優異成績、充足的人才儲備、出众的教練水準，再加上龐大的從業者群體，讓你可以在各地都能找到专業優質的教練進行系統的訓練。他的訓練體系也足夠成熟標準化，哪怕你去上個1對6的團課，教学內容也相对統一，至少在發力、姿勢這些基礎的動作上，大家都能達成共識。可反觀網球，情況卻大相徑庭。網球發展歷史悠久，不同時期湧現出的優秀球員風格各異，獨樹一幟。因為具備這種多樣化的參考性，這也直接導致了教學方式的五花八門。光是握拍方式就有好幾種選擇，整個行業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，教練教課的水準更是參差不齊，沒有一個公認的參考。正是因為缺乏這樣的共識，業餘網球教學的周期完全憑借教人的個人喜好，毫無章法。在我看來，這無疑是阻礙網球普及的另一個重要原因。而我能給出的建議就是盡可能的多去嘗試，找到你覺得最適合自己的教學模式，盡自己的預算找一個靠譜的教練。畢竟貴的不一定是好的，但好的一定挺貴的。其實近些年，網球的打法風格正愈發趨於標準化，底線型的打法成为了教學主流，球員的技戰術特點也日漸趨同。但反觀國內，網球運動的發展擁有較長的路要走，不僅專業教學水準亟待提升，場地的普及度也存在很大空間。不少中小城市的網球場數量稀缺，很多愛好者想參與其中，卻苦於缺乏場地和條件。那物以稀為貴，場地越少，收費自然也會越高。這種供需失衡的局面，短期內難以打破。所幸行業發展步履不停，這幾年也在大力鋪墊。這份期待，我相信終會在未來的時光裡慢慢兌現。所以，如果讓我站在客觀角度評價這兩項運動，羽毛球雖然入門簡單，但想要精進，後續得翻過一座座大山。它場地遍布，市場成熟，參與者眾多，球友也很好找。反觀網球，剛開始就是一堵高牆，得先把基礎夯實，才能真正入門。但它的進階路徑相對線性，運動壽命也更為長久。悠久的歷史底蘊、商業化的賽事體系與周邊產品，也能帶來更多的新奇體驗。這兩項運動想要走到巔峰，都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。那說到底，羽毛球和網球都是足夠成熟也足夠有趣的運動項目。羽毛球的靈活輕快，藏着街頭巷尾的煙火氣；網球的沉穩力量，帶在賽場之上的儀式感。兩者各有各的魅力，沒有優劣之分，只有適合與否。大家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去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那一項。希望大家都能在揮拍的瞬間得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快樂，在運動中收穫健康與活力。那以上就是這期視頻的全部內容，希望可以給屏幕前的你一點有用的建議。如果這期視頻對你有所幫助，希望你可以一鍵3連。那你會選擇哪個呢？感謝你的收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